大家好。前几天在做 PPT 的时候呀，有个同事问我说：“咱要不要加一页个人介绍？就是那种经常看到的姓名啊、职位这些。”我说：“这不是直播吗？弹幕会介绍我的。”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说对吗？好，今天啊，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因为这是澎湃 OS 第一次独立的发布。以往啊，其实我们都是在10月份发布，那为什么这一次会提前独立发呢？因为今天的这个软件系统其实非常复杂，整个业界的标准做法呢，是在正式版之前先出测试版，然后经过几个月大量的用户反复尝试和反馈，就能够提出大量的建议，能够在未来更快的去改进正式版的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是如此，大幅提前到8月底发。那当然啊，今天的这个独立发布没有任何硬件产品，所以我相信呢，此刻正在屏幕前看我们直播的你，一定是对软件系统真正感兴趣的朋友们，是真爱粉。所以呢，我觉得和过往非常紧凑且正式的发布有所不同。今天的感觉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早期的发烧友聚会。因此呢，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也有时间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多多交流。为目标，首先我们要以真实的用户需求作为指引，做什么功能，不做什么功能，都必须要源自大量真实的用户反馈，而非任何人的个人偏好。同时呢，我们也要叠加自身技术的进步和专业的思考，去给用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背后啊，其实是我们在全球做真实用户访谈的照片，还有更多线上线下的用户反馈。包括今天在开头视频中，大家看见了很多用户的头像。所以呢，我们在此我还是要先感谢一下今天出现在镜头里面或者没有出现在镜头里面的所有用户，感谢你们为今天 OS3 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建议和视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功能特性，也是按照用户的需求来排序的。那今天用户最在乎的功能，聊得最多的其实就是流畅，没有之一。那么对于流畅来说呀，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啊。流畅包括了性能，包括功耗，包括稳定的表现，都会跟流畅相关。那么今天呢，我们先不讲任何大道理，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 OS3 的流畅的真实表现，好不好？我们先从应用性能开始。每天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打开应用，对吧？在打开应用的这个操作里面呢，其实有2个非常具有关键性的、代表性的指标，这就是响应时延和完成时延。响应时延是从你点击图标到发生第一帧变化的时间，这个越短越好。完成时延呢，是从你点击图标到应用内容出现第一帧加载的这个时间。这2个指标非常的关键啊，它还是能够很好的表现出应用的性能。那我们来上一下这个参数。响应时延，我们这一次为了更全面的去体现和对比呢，给大家一个感受呢，我们选了3代的这个平台，2代高通过去的这个旗舰平台，还有天玑的平台。同时呢，我们也选择了3位同样表现非常优秀的友商当做参照。对，我们来看一下。当然，天玑平台少了，因为天玑的这个要找到同等配置的友商会比较困难一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澎湃 OS 的表现。不管是2代还是3代，我们的响应时延其实是更低的，表现是非常好。响应时延的优化呢，其实在 OS 2.2里面已经进版了，
表现是很不错的。那么在完成时延呢 ，OS3 的表现更好。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在优秀的友商的表现中间，依然是表现得更为优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游戏性能。游戏性能呢，我们以王者荣耀和原神这两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游戏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是测试的这个条件，大家也可以自行去复测，去感受哈。游戏呢有3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大家非常熟悉的帧率曲线，对吧？以及还有2个指标，第一个叫1%low帧，什么意思呢？是整个游戏在运行的过程中间，表现最差的那1%的平均帧率，它当然是越高越好，越高表现这个流畅游戏的性能越好。然后帧功耗，帧功耗是在整个游戏的运行过程中的平均每一帧的帧的这个功耗，它相当于是油耗，表现是越低越好。这个地方我们也把 OSR 的表现放在这个地方，还行，但是友商们都很优秀，所以表现不是特别出众。那我们来看一下 OS3 的表现，1%的 low 帧大幅提升，同时帧功耗更低了。这个表现说明了我们的性能是有了强劲的提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原神，原神的压力更大，这个是测试的这个条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以 OSR 放在这个地方作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 OSR 的 low 帧的表现只能说是第3名，帧功耗的表现还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 OS3，OS3 的 low 帧显性的提升，同时帧功耗更低了，这就说明了我们性能有了非常强劲的改善。这个地方我也想说一下哈，其实友商 C 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友商 C 和我们的区别在于，它选择了用更高的帧功耗去换取更好的 low 帧表现，相当于把油门踩到底。那我们选择了相对让这个油耗更低一些，但同时呢也能获得不错的帧率。我认为大家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地方也特别跟大家提一下。然后看完了游戏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短视频。今天短视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用户场景。我们通过大数据观测到啊，短视频几乎占据了超过40%的用户时长，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天会有大量的时间在播放短视频。短视频对于性能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功耗的要求会很高。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以抖音浏览模拟用户的真实使用啊，浏览5分钟的这个个人首页，包括直播间，包括推荐，我们来看一看表现。把 OSR 的表现放在这个地方还不错。那澎湃 OS3 呢？表现显性的提升，功耗显性更低。如果我们做一个换算啊，我们以5000毫安时的电池为例，它可以足足比第2名多刷1个多小时，这个表现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所有这一些改善呢？对，所有这一些改善，首先还是基于背后的核心技术的优化。所以这个地方呢，也请允许我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背后的技术，因为技术讲起来会比较会有一些枯燥，我会尽量简化的来讲这件事情哈。跟流畅相关的核心技术主要有2大类，一类是性能技术，或者我们叫做内核技术，还有一类是图形技术。那么就性能技术上而言呢，我们的 OSR 其实做了自研微架构调度器，它的核心逻辑呢是聚焦在每一个瞬间，把成千上万的指令通过更高效的方式分发到不同的核，并且我们还要协调 CPU 和缓存、内存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到显性的把 CPU 的空转时长给下降。这样子的话，让整个 CPU 的能耗表现更高。那么在澎湃 OS3 中间呢，我们开始深入到指令的编译层。这个地方什么叫编译呢？每一个指令啊，都得从高级语言编译到机器码。高级语言就是我们平时大家很熟悉的 C、Java 这些东西。那机器语言呢，就比如说像汇编这种，比如说上古时代的编程大神们，类似于雷总，是直接写汇编的，是非常厉害的。那所以呢，我们发现针对热点的函数去做编译优化的话呢，它会让整个编译后的机器码更短、更少。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带来整个 CPU 总指令数的下降。那指令数下降了 ，CPU 的执行能耗就会更高。这就是我们的热点函数编译优化。同样呢，在图形领域的技术上呢，我们这次也做了一系列的技术。
这个技术是我们把窗口的动画，就是刚才说的大家点击应用到窗口变化的这一个，过去啊我们是放在应用层的，也就是系统的桌面层。那系统的桌面层其实同时要处理非常多的指令，如果有的时候指令太多处理不过来，可能就会出现卡顿或者闪的情况。因此呢，我们在 OS3 中把这个窗口动画绘制直接下沉到了系统的渲染合成层，那它可以显性的提升整个窗口动画的稳定性。其实非常多这样的核心技术，我们做持续优化呢，它就带来了更优异的表现，包括全场景的能效进一步提升，包括我们窗口稳定性的提升，以及包括整个渲染负载效率的这个提升。所以呢，那么我们再来上压力，上难度，我们来看看重载场景的表现，澎湃 OS 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一次啊，联合 SGS 的国际认证，还有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定义了一个重载场景应用启动顺畅标准。那我们拿其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场景，一个测试场景来给大家跑一跑。这个测试场景首先挂王者荣耀的小窗，然后设置30分钟的倒数计时，接着我们再开启手机的系统录屏，在这个条件之下，然后连续启动22个应用，去看看中间的性能表现以及界面是否有异常。我们来看真实的测试视频。怎么样？在如此高压的重载场景下，澎湃 OS3 在响应时延和异常次数的表现上面都非常的优秀，是真正做到了这次的顺畅感全满贯。当然，在以上这一些性能参数的表现之上啊，还有一件事情还不够，就是我们还有设计带来的视觉顺畅。我们来再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澎湃 OS2 上面的负一平静最近任务，整个动画是满帧的，但是看起来不太流畅，对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展开来看一下，其实是在整个动画的执行过程中啊，负一屏会在瞬间出现消失，这是一个动画设计的细节。所以我们认为呢，整个动效表现的细节，其实在视觉上也会影响流畅的体验。所以呢，我们在整个 OS3 中，我们针对这样的细节做精细的优化和打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OS3 中间这个进入负一屏多任务的动画是非常的流畅的。这样的事情我们逐个打磨，让整个系统动效的表现更稳定、更丝滑，然后更顺手。并且呢，我们还在整个系统中做了大量的这种一镜到底的这种动画设计哈，整个系统动效重新设计，让整个你的视觉和感官的表现是更加延续的。全系统里面我们做了100多个这样的动效打磨，它真正做到了让你的体感全面的顺畅。所以整个澎湃 OS3，我们不仅参数性能的表现更顺畅、更流畅，它源自于我们的技术进步，包括可以带来更好的性能、功耗和稳定性的表现。同时呢，我们通过精心的设计打磨，带来了更好的视觉和感官的延续，让感官也觉得更顺畅。那这一些技术的进步呢，是同源的，所以呢，我们的全生态设备也均有收益。我们来看一下电视的表现，电视的开机冷启动、应用启动、视频起播的速度都更快。
相比同平台同配置的友商而言，手表呢，页面的这个流畅度提升20%，快应用的平均启动时长下降了32%，页面更流畅，响应更快速。然后大家特别在乎的运动记录，我们的定位耗时显性下降，准确性、距离的准确性、配速的准确性也显性提升，更快、更准确，所以做到了全生态都更顺畅。也非常欢迎大家真实上手去体验，因为我们觉得参数和表现之上，最重要的还是你到手以后的真实体验。好，然后讲完了流畅呢，我们来说一下系统功能。因为除了基础体验流畅这一些，整个系统里面还有大量的新功能和特性是大家每天在使用的。我们按照真实用户需求做了一个排序，越大的表示越重要。我们来逐个看一下，先看第一个左上角的，这个大家应该猜到是什么了，对吧？看这个图标，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岛，岛来了。岛应该是整个 OSR 中间用户呼吁最高的一个功能哈。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是业界最后一个上岛的呢？因为我们还是不想无脑去照搬一个岛的设计。我们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真的做岛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好？是不是当前还存在没有更好满足的用户需求？难道岛真的像有些人说的，就是为了遮住上面这个摄像头吗？就是为了更好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用户的需求正义性是不够的，肯定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给自己的第一个命题是：岛对用户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它不是为了遮住摄像头，而是为了让用户更方便地了解此刻你手机上正在发生需要你重点去关注的信息，这才是它的关键。我们就以一个简单的场景或常见的场景为例，你要打车去机场，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多个信息在并行，比如说打车的师傅离你还有多远，再比如说你可能需要看一下你的航班信息，或者你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间你在欣赏音乐，这个时候司机的电话来了。那么这么多的重要信息，如果全都要上岛，空间不够怎么办？因为顶部的空间是非常宝贵的。因此呢，好，整个业界啊，前人其实就有2个流派。第一个流派叫做单岛流，就比如这边所示，用一个岛去展示信息，那意味着有多个信息的时候需要做反复切换。像在这个例子中间，对吧？它的航班信息就看不到了。那我们再来说双导流，双导流的话把2个信息都展示出来了，但是呢，因为空间不够，导致打车信息没有办法完全展示出来了，打车信息展示不完整，对吧？然后我们再说一下，那点击岛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这个时候又出现了2个流派。第一个流派叫分离派，我们叫做就是把所有的岛一次全给你展示出来。但大家知道这个岛啊，它的面积还挺大的。当你有了2个岛以上，几乎你当前的应用就被遮住了，你应用的信息看不到了。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包裹派，很纯粹的包裹派，就是我就要把摄像头给遮住。但是问题就是状态栏等信息，包括时间信息、电量信息也被遮挡了，这就很痛苦了，都有取舍。因此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定制了超载字体，小空间也能展示大内容。大家可以看，不管是车到达的时间还是车牌号，全都完整展示出来了，包括你的时间，包括电量等等。再来一个岛会怎么样？也没有问题，再来一个岛也是完整的。那如果还来一个呢？师傅来电话了，对吧？任务再多依然不干扰，信息是展示的非常完整的，并且还不够，还有非常顺畅的信息切换，2个岛之间随意切换，动画是非常的丝滑。还没完，再来一个岛也没问题，3岛切换依然自由，依然顺畅。这就是小米超级岛。所以我们在前任的基础上，再去洞察用户的需求，去做了一个使用看起更顺的岛。那使用更顺啊，还有一些细节，我再给大家展开说一下。比如说打车的路上，这个时候你要刷抖音了，对吧？你想看看路况堵不堵？那么当前的这些情况会怎么办呢？当前点击岛就会做任务切换，对吧？就当前的解决方案。
这个时候你的抖音就终止了，你不能够继续看了，任务中断。那么在更顺的小米超级岛呢，你可以选择下拉小窗看一眼，然后即用即走。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点开全屏，随你心愿。那在打车路上，朋友问你到哪了，对吧？想要去分享一个精准的信息给朋友呢，现在需要进入应用，然后去做应用的标准分享，其实需要好几步。那么在更顺的小米超级岛上呢，你直接拖下来，形成信息拖拽即可分享，也是更顺更方便哈。所以呢，全面更顺，我们呢也特别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开发者一起携手，去为我们更多的用户啊提供更顺畅的体验。这就是我们先介绍给大家的小米超级岛。好，那么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的新设计。在整个新设计中间啊，先说一说锁屏。因为我们在澎湃 OS 2.0 推出的电影感锁屏，到今天依然是非常独特的存在，特别受用户的好评。我们在小红书以及各种社媒上经常看到用户的夸赞哈，这其实也给了我们非常强大的动力，要把它做得更好。那所以电影感锁屏，我们认为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或者说关键词呢，就是动起来。因为我们认为动态化是整个行业和世界发展的潮流趋势，从过去的静图时代到今天的视频无处不在。我们认为锁屏也应该像电影一样生动，能够动起来。那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用户还是会有非常多的照片是静态的，比如说这张非常精美的人像，它没有办法动起来，所以我们也借助 AI 的技术，可以让你把静态图生成动态壁纸，轻松生成，那么它就立刻变得非常具有故事感，非常具有镜头感，非常的美，让你的壁纸也能够活起来。因此呢，不管是你的孩子的视频，还是宠物的视频，还是你拍摄的这些人像，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它动起来，去描述一个更生动的故事，带来一个更生动的镜头感。甚至我们这一次还提供了呢风格动态化。风格动态化就是你可以生成动漫，生成卡通，它可以让整个动态的瞬间呢变得更加的有趣，描述更加精彩的故事。还有一个我们在工作中发现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大量的用户啊特别喜欢二次元的壁纸。那么二次元的壁纸呢，我们这一次也极大的增强了动态生成能力，所以你可以把你特别喜欢的二次元壁纸生成动态和景深，非常的漂亮。那以及呢，还有用户需求说，我想把我生成的特别喜欢的这些动态壁纸分享出去，也没有问题。我们这一次支持轻松的保存，包括分享到社媒等各个地方。最后呢，关于动态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今天受限于我们今天 AI 能力、生成能力和算力啊，其实生成一张动态视频可能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才能生成一张比较高质量的，这个时候需要等待。有的时候可能生成的人多了还需要排队，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一次也同步提供了在线 AI 的动态壁纸，你可以先免生成，先试试大家分享的，看看效果怎么样。当然你也可以去贡献你自己所生成的精美壁纸。所以首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动态化这件事情，体验应该是非常的好。然后关于电影感壁纸啊，第二个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元素是大时间和景深。因为当动态化加入大时间和景深以后，立刻可以构建非常丰富的空间感，就像这样。那我们把电影上经常使用的这样的镜头元素呢，所以我们在过去放到了手机上，并且结合手机的竖向屏幕，因为电影是横的嘛。然后我们做了非常独特的纵向大时间设计，也是非常受用户的好评。因此呢，整个业界也都在跟进。我们这一次在 OS3 中间，我们继续从电影中，从独特的镜头中去汲取设计灵感，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中正的默认设计。这就是 OS3 默认的锁屏的大时间，它是一个全新的居中的时间锁屏，非常的中正，而且也能够非常具有识别性，它能够搭配出丰富的空间层次感。同时呢，过去还有用户在呼吁啊，就是说，你们的个性化能力挺强的，但是呢，我要设置锁屏、设置大时间，或者我设置壁纸，还是在不同的入口，有点麻烦。
没问题。我们在 OS3 中呢提供了一站式的个性编辑。这一次啊，你从任何地方进入去做个性化设置，包括壁纸设置，你都会到一个统一的设置界面，在这里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包括生成动态，包括你可以直接点击大时间去做更换你想要的搭配，然后一键式生成景深，非常的方便。这样的话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出非常丰富的属于你的电影感壁纸，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好看。那说完了锁屏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桌面。这一次整个 OS3 我们也做了桌面换新，它是一个全新的设计，相比 OS2 还是有非常多的不同。这个地方说几个细节，第一个是我们做了全新的网格，整个 OS3 中间的网格更均匀，它能够更好的去适配不同的这个比例，包括4:6，然后包括4:7，包括有没有这个大的搜索框，在任何地方都会更均匀更好看。同时呢，大家呼吁的新图标我们也有了。OS3 的新图标，大家应该直接看对比，可以非常清晰的可以非常显性的感受到，整个 OS3 的图标是更高清、更细腻，会更显平好。以及还有大家呼吁的状态栏，我们也有了更精致、更简洁的新的状态栏，并且你还可以做自定义，去定义你想要看到或者不想要看到的状态栏图标。以及这是背后的 OS2 的各种标准的界面，我们所有的界面也都做了大幅的刷新，然后让整个材质更具有通透感，整个色彩更规范、更标准，然后更清晰，所有的设计都做了大幅的翻新，非常的好看。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拿到手以后，好好的品鉴。好，然后说完了新设计以后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是相册。相册呀，其实在过去1年啊，是我们收到反馈最多的系统应用之一。什么叫做收到反馈最多呢？其实就是骂声最大。因为今天是一个发烧友聚会嘛，所以给大家说一说幕后的故事。相册的团队啊，就是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嘛，所以就收到了非常多的反馈。那我们的团队呢也会很痛苦，就说苹果也做了很大的改变，苹果拥有这么多年的这个影像积累，是不是他们做的还挺好的？然后团队去看了一下，发现苹果也被骂得很惨。然后团队就想，会不会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保守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团队又去看了另外一家友商，没有做太多改变，发现那家没有做太多改变的友商也被骂得很惨。就是这个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相册这件事情很难啊。所以呢，我们举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首页的照片究竟是平铺好还是按日分开？那么来自苹果的用户特别喜欢要平铺，它非常的规整，非常的好看哈。按日分开，很多用户也特别喜欢，特别重要，没有哪个是对的。那再比如说朋友发你的照片，那究竟是按照按照添加给你的，按照这个发给你的时间去排列呢，还是按照他拍你的时间去排列呢？好像都有道理，对吧？一个是可以插在时间线里，一个我可以快速看到。那再比如说，究竟是我自己建的相册重要，是相册重要，还是发现和聚合更重要？发现和聚合包括那年今日，包括对吧？包括人物、时间、地点，包括推荐，都也很好看啊。而且我们发现有70%的用户一个相册都没有创建，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于剩下的30%的用户来说，相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对于相册而言，用户的需求极其多样，不存在所谓的标准普适的答案。因此，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在 OS3 中间的相册需要让用户能够轻松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和意图去寻找照片。所以，第一个是自定义要更轻松，第二个是结果要更合你的心意。我们先看自定义。所以在整个 OS3 的相册中呢，整个首页你可以轻松定义，不管是默认平铺，还是默认按日期分开，或者说你想按添加时间，还是按拍摄时间排序，都是很轻松就可以定义出来。点一下右上角，然后再是影集页，影集页有非常多的模块，所以在 OS3 中呢，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做排序和自定义哈，就显示或者不显示，显示在哪，轻松定义。以及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影集的模块比例都做了重新的设计优化，让整个浏览看起来更为高效。那所以呢，基于这些自定义能力呢，你甚至还可以去定义一个具体影集的位置。你可以选择把某个人物置顶，或者选择甚至把最近删除的照片给置顶。
所以影集的位置你也可以随意的去置顶调换，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在 OS3 的相册中定义出更符合你习惯的影集页。比如说这边我们就展示了3个习惯和风格完全不同的用户相册。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结果更合心意。结果更合心意，我们都知道平时大家搜索还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需求哈。我们在 OS3 中针对用户常搜的10大类3万多个精准关键词去做定向的优化，这些都是用户真实常搜的关键词。结果呢，就是整个搜索结果更合心意。所以你不仅可以收证件，你甚至可以细致到收签证、户口本、发票、行驶证，全都可以。甚至你可以收毕业照、合影、对镜照等等，结果更合心意。当然，搜索能力提升了以后呢，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找你的宠物还是挑战的。比如说你收个猫，那假设说你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猫，其实每个猫的长相是不太一样的哈，这就好像我们在相册里面搜人一样，这还是一个挑战，你只能慢慢翻你那只猫。所以呢，我们在 OS3 中用了类似于人脸识别的算法，然后基于宠物的这个全身特征做照片聚合，不是猫脸识别哈，是基于宠物的全身的特征，它不只是那张脸，对，然后去做聚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像浏览你的家人朋友一样去查看这个宠物的照片，不管是各种长相的猫猫狗狗都可以。所以呢，我们整个相册呢，它可以更为轻松、更为顺手、更合你的心意。那当然啊，今天大家都拍了这么多的照片和视频，有的时候你需要快速的发给朋友怎么办呢？不管是团建，或者说大家一起出去玩，这个场景是免不了的。可能用 IM 发的话呢，比较慢，还要耗流量，而且甚至会压缩画质，对吧？尤其是视频的话，更加没法发。那我们有贴分享，贴一下，整个照片和视频呢，就可以无损高速直达对方的相册，非常的方便，大概10秒钟可以传100多张吧，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当然，小米和苹果也可以贴哈，非常的方便。所以呢，那相册说完了以后，那我们就顺着刚才的，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跨生态互联。跨生态互联啊，我们发现，使用小米手机的苹果用户越来越多了。那整个苹果用户呢，大概分2大类。第一类是既使用 MacBook， 然后又使用小米手机的，比如我就是这类代表。那还有既使用 iPhone 又使用小米手机的，他们的需求有一些类似，也有一些不同。比如说 MacBook 的用户呢，就希望在这个大屏的这个笔记本上能够顺畅使用手机应用，因此呢，我们去年也推出了这个妙想桌面，就是这边就是在手机上，在这个平板，在这个笔记本上啊，可以使用你的这个手机的所有应用，非常的方便哈，也大受好评。但是呢，依然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呢，你有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拉起手机去解锁，对吧？比如说解锁这个东西，有一点麻烦，你还需要再拿起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今天依然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窗口上去使用手机应用，但是我有这么大的一个屏幕，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到体验更好？所以呢，2个问题都解决了。第一个，我们支持 Touch ID 的解锁妙想桌面，这一次非常的方便，就像在你使用 MacBook 的应用一样。那么第二件事情，手机应用也可以大屏显示，比如说你看照片，点一下，你会发现在 MacBook 上可以大屏的方式去展示你的小米手机应用，甚至比你在手机上使用更方便，还可以轻松的拖拽到你的这个笔记本上去做进一步的编辑，以及呢还可以多窗口，在你聊微信的时候，你也可以大窗，甚至它的聊天的体验也比你在手机上更好，对不对？其实是非常的方便的。同时呢，还有很多用户呼吁啊，那不只是 Mac 的用户啊，还有 iPad 的用户，对吧？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支持了 iPad， 我们满足了这些用户的需求。这应该是首家支持 iPad 的妙想桌面，并且呢，我们也支持 Face ID 的解锁，使用起来非常方便，非常顺手。同时呢，也融入了 iPad 的多任务体系，用起来浑然天成，体验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小米手机和 iPhone 的这个更好的双持体验哈，因为我们发现还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开始购买小米的手机，因为拍照、影像包括设计。比如说这个例子，这位用户他选了 Ultra 作为他的一台手机，然后去拍摄照片。但是呢，当他拍了很多照片回家以后呢，就放在桌上充电。这个时候呢，
你拿起 iPhone 在使用的时候，突然想要使用刚才的照片，小米手机拍摄的照片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点麻烦，对吧？那么在 OS3 中呢，我们通过云相册的互通啊，看照片就不用换手机了，拿起你的 iPhone，点开小米云相册，你就可以看到刚才你在小米手机上拍摄的所有照片，并且呢，你使用这些照片是非常方便的，不管是发送给朋友，还是发送到社媒，都非常的方便。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双持的用户还会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你把你的微信登在了小米手机上，这个时候来消息了，还是在桌子上或充电，你可能会错过这个消息，或者说你可能需要拿起来再回复，依然有些麻烦。那么在 OS3 中呢，我们把重要的通知做到了同步提醒，小米手机出通知 ，iPhone 上也出通知，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点击这个通知就可以拉起小米手机的镜像，然后呢，你就可以在 iPhone 上面去做回复，就像你在 iPhone 上使用微信一样，非常的方便。那当然啊，小米手机呢也能接收 iPhone 的提醒，把这个提醒让你不错过消息。还有非常多的互联功能，所有这些互联功能啊，欢迎大家去使用啊，它构建了我们整个跨端互联更顺畅的体验。好，说完这4大需求啊，就上面的这个4大功能，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多的系统功能。我们在整个 OS3 的系统中做了大量的打磨，这些打磨全都是基于真实的用户反馈，包括用户呼吁的像导班闹钟，包括还有一些专业录音，用户希望要的人声增强，还有包括家长朋友们呼吁的未成年人模式。因为现在，未成年的入口在那个防护的入口哈，然后在 OSR 中间散落在各处，我们全都整合起来了，并且可以跨设备全都管起来。所有这些东西啊，都让整个 OS 的系统功能更加顺手，以及不只有手机，我们还有平板、电视、手表，都有非常多的贴心功能。我这里再稍微展开说一下平板。平板的手写笔，我们基础体验做了大幅的优化，包括我们提供了超低时延，提供了跟随压感的变化笔记，这样可以做到尽可能的去还原真实手写体验，以及大家呼吁要的左右的1:9分屏，上下的分屏全都有了。还有用户要希望在平板这么大的界面上去看 PC 的网页，对吧？所以我们也提供了 PC 级的浏览器，所以它还可以随你所需切换，你可以切换我要看浏览的这个移动的网页还是 PC 的网页，都可以随便切换，非常方便。应用也做了大幅增强，我们这一次除了之前的数千款大屏适配之外，我们又新增了20款应用做深度适配，非常的精细，体验非常好，大屏体验更顺，并且我们还在和更多的开发者一起去提供更多更精致的这个适配，未来的体验会更加的好。因此呢，这就给大家介绍系统功能呢，它让整个全生态的体验都更加顺手，欢迎大家到时候去使用。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 AI， 就是我们的超级小爱。那么 AI 啊，其实今天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的生活的这个过程中啊，包括工作中开始使用 AI 助手，包括 ChatGPT， 包括 DeepSeek 等等，对吧？所以 AI 开始从一个概念化的一个东西，逐渐变成一个平时日常中的使用工具。因此，我们认为让超级小爱更加的实用、更加的顺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做了大幅的设计优化。那我们先给它亮个相。这是 OS3 新版的超级小爱。首先呢，它的启动更快了，非常的快速，呼起立刻就出，非常的快速。然后呢，输入也比之前更快了。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输入框，你摁住可以发语音，点击你就可以去快速的输入，然后可以勾选深度思考这些常用的功能，以及呢，你甚至还可以用它来搜应用，搜索手机上的应用，只要你打首字母，它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做推荐哈，甚至比当前的全搜应用还要更快。我自己用了，觉得还是挺好的。那我们再看一看拍照，在左下角有一个常用的拍照按钮，所以我们把所有常用功能全都给缩短了路径。点击拍照，你就可以去做识别，然后这个地方识别出来，对，这是只什么猫？是金渐层的猫，甚至它还穿了一件浅色的衣服，我之前也没有看出来，对，非常的快啊。然后并且整个拍照也支持翻译，所以呢，拍照你就可以顺便切换到翻译。这个对于出国的朋友来说特别友好。当你出去
去国外去吃饭拍菜单，或者说去拍店名以及拍这些报纸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大家刚刚可能也注意到了，对吧？这上面有一系列的建议，这建议是什么呢？它是基于场景感知的超级小爱建议，就是说它会基于当前你所在的场景，给出你最有可能去输入的这个关键词建议，甚至省去了你输指令的这个步骤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当你在浏览照片的时候，它会推荐一键美化或者 AI 扩图，对吧？你就不用输了，点一下以后开始美化啊，非常的快哈，很贴心。然后比如说当你阅读文章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生成摘要或者去做页面收藏，也非常的快。当你在浏览外文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启动屏幕的连续翻译。所以这次的屏幕的连续翻译体验特别好，你可以一边看一边滑，然后一边翻译，包括在浏览网站或者说去看文章的时候都特别友好。所以呢，整个超级小爱的这个建议呢，可以省去你的输入，不管是看剧、购物、看视频和拍照啊，都可以猜你所想，让整个操作更加的顺手顺心。所以呢，不仅是有全新的更快的交互，哪里都快哈，然后包括超级小爱的建议，然后我们还提供了大家要的独立绘画，以及还有一些比较前沿的功能，像深度研究，可以去做非常详尽的分析，给出一些非常深度的思考。所有这些都可以让整个超级小爱处处更顺手，使用更顺心。然后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第二个功能，这个功能特别好，就是超级小爱圈屏。顾名思义啊，唤醒超级小爱，你在屏幕上就可以圈。啊，比如说这只鸟，对吧？唤醒就能圈，特别的好用。首先它手感超级好，不管是你划圈、横划、斜划、随便划。画框框它都可以圈，它圈文字和圈图片的手感是超好的，到时候大家拿到手以后可以感受一下。我自己使用是爱不释手。然后呢，屏幕上可以随便圈，它就可以给你答案。比如说像答题，对吧？然后答题这个是很简单的哈。事实上，我们前几天啊，我们拿超级小爱的专门去考了一下2025年6个省市的数学高考试卷，最低分大概打了142分。反正我认为我是考不出来，还挺难的，对，已经退化了。所以，然后我还看到，我们昨天不是做那个内测招募嘛，然后内测招募需要答题嘛，然后也有用户用这个超级小爱去答题哈，也是满分。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相信超级小爱的答题能力的，今天大模型能力还是很强的，它能答题。当然包括圈聊天了，就是比如说有个朋友想要找你借钱，你一时语塞，对吧？这个时候是可以给出高情商回复的，超级小爱可以帮你做到。包括你也可以记一下圈文章的内容，记一下，包括圈段子。你看那个特别好的段子，特别想要截图或者分享给朋友，对吧？这个时候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做到。甚至啊，它其实哪都能圈。你甚至可以在用相机的时候呼起超级小爱来圈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有非常多的用法哈，比如说甚至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WiFi 圈一下，然后它可以帮你连上 WiFi。比如说你正在拍照，你看到这个海报，你也可以圈一下，然后可以创建日程。有很多的用法可以组合用，大家可以到时候去自己探索。那同时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就在圈的过程中啊，其实我们同时也结合了这个超级小爱建议的这个能力啊，就是根据内容我们可以给出顺心建议，包括你圈了一个号码，对吧？拨打，然后地址会导航，然后外文会翻译，然后等等等等哈，一切都是让你不仅顺手还更顺心。所以这就是既顺手又顺心的超级小爱圈屏，特别好用。那第三个想跟大家介绍的呢是超级小爱一步直达。那一步直达这个概念啊，其实不是新概念，因为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小爱啊，其实就有一句话的是，但是过去的这一些一步执行啊，其实是受限于过去的规则引擎。什么意思呢？就是写出特定的规则，但它意味着在规则之外的东西都是很难执行的。举一个比较贴切的例子，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过去的定速巡航，对吧？就大家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司机都用过定速巡航，它只能定速，它其实不能巡航的，它只能够定到一个，比如说100或120，你还是得自己开自己刹车什么，对吧？这有点像过去的一步直达。但是基于今天的大模型能力啊，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用海量的人工录制的这个操作视频啊，就真实的操作手机的视频，录制了非常多，然后我们去教超级小爱使用手机。就是那么当这些视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超级小爱它就会开始像人一样，它可以去边识别、边思考、边执行。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看看新的超级小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啊，你想要去上海，我们现在在北京，对吧？你想要去上海，然后呢，你想要去看看美食榜上面人气最高的餐厅，然后你想在某一个应用上面去看，对吧？你就可以让超级小爱去帮你做到这一点。平时的这个执行还挺麻烦的哈。好，你就让超级小爱帮你去找一找，它可以启动美食应用，然后它发现地点在北京，它会自己点着切换到上海，然后呢，开始琢磨美食榜在哪，找到了，点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开始要想，哎，人气最高是什么，对吧？选择人气最高的排序。好，这个时候看起来任务结束了，然后任务完成。所以这是整个新的基于大模型能力的超级小爱可以做到的这个事情。因此呢，对于很多你想不起来或者懒得操作的东西其实都可以考虑让超级小爱去帮你一步直达。比如说美团搜一个附近的这个充电宝，还比如说我自己会遇到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发现经常会要某个 APP 做扫一扫去登录，对吧？但是每一个 APP 的这个扫一扫的位置可能都不一样，我有时候自己我也真的想不起来，其实操作是很笨拙的。然后我自己试了一下，发现小爱都比我执行的更好，还是挺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像在某个 APP 中间去搜索，对吧？抖音搜索小米汽车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呢，它都可以让你更省事、更顺心。我们预计会在9月底执行80个常用应用，超过1000个能力。这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吧？而且看起来现在小爱还是有一点笨笨的，稍微有一点慢，对吧？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整个超级小爱现在是在每天成长、持续更新，基于大模型的能力，它天天都在学习，都在去变得更强哈。所以我们可以预计，也许在某一天，超级小爱接下来会变得更快，它会变得更聪明，它可以干更多的事情。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也获得了中国信通院颁发的移动终端的这个操作系统 AI 能力的这个5星认证，这也是对我们 AI 能力的一种认可。同时，关于 AI 的所有的端云隐私计算，我们都在去保障全链路的安全，因为我们认为在 AI 时代，隐私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既顺手更顺心的超级小爱，它有非常多的更新和有趣的功能，也到时候欢迎大家拿到手以后去亲自体验。那最后呢，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安全隐私。安全隐私其实在设备端的安全隐私的根基是 TEE， 也就是在图上面的这个 TEOS。我们的自研微内核 TEOS 呢，我们获得了 ELA5+ 的国内最高的安全等级认证。那么正因为基于这个 TEE 呢，我们构建了互联安全协议，所以之前介绍给大家的，包括像苹果的这个跨端互联、Face ID 解锁这一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基于此。我们支撑了全生态的跨端生物解锁。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在云端做了这个数据保护的升级。快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整个账号密码是你访问云端的钥匙。我们这一次增加了双重认证登录，什么意思呢？即便你账号可能泄露了，也需要设备端健全，所以它可以尽可能的去保护你的账户安全。还有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去部署的高级数据保护，什么意思呢？当你开启了以后，你所有的数据初端级加密，在整个传输的过程中，甚至是上云存储，全是加密后的乱码。即便有人中途截获，或者说甚至极端的情况去机房把这个硬盘给拷了，其实也没有人能够看得到你的数据。我们认为这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同时呢，我们也前瞻性的部署了后量子密码算法，去防御未来可能的这个量子计算破解。以及最后一个安全的事情呢，是关于设备的这个查找。设备查找我们这次也增加了关机和离线可以查找。它的功能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一旦你开启以后，即便关机了，小米手机也会发出一个广播，在这个广播范围内，只要有任何小米设备是活着的，它就可以把这个地点上传上去，帮助你辅助定位。当然，所有这些信息也是端到端加密的，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个里面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并且需要主动开启主动开启后才会发广播。那说完安全以后，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新一代的隐私权限体系。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是整个全行业其实在共同推进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呢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当前的整个这个权限体系如果我们以发这个笔记为例，如果你想上传一张照片，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弹窗，可能大家顺手就点了允许访问全部，对吧？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允许访问全部意味着你所有的照片都可以被读取。其实你把整个钥匙都给出去了哈。那我们在新的这个权限新变革中间，我们希望做到你选什么，我们才给什么。那我们看一下，在新的体系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应用通过安全控件去访问，那么系统的安全控件，当你选择了一个照片，就只会把这张照片发给这个应用，这就是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不会再有那些复杂晦涩的弹窗。因此呢，过去的这个弹窗，晦涩的弹窗就会被我们新的很简单的安全控件所代替，所见即所得，你选什么就给什么。那不光是照片和视频，还有联系人、剪切板、文件、日历等等，这是我们需要全行业一起携手去构建一个隐私的一个全新起点。相信在未来，我们对用户的隐私保护会越来越周全，越来越好。好，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澎湃 OS 3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内容哈，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下。第一个，不仅是用起来更流畅，而且体感更顺畅。我们还有全新且精致且更顺的这个小米超级岛，焕新的新设计以及超酷的电影感锁屏。我们还有顺畅的互联，还有顺手又顺心的超级小爱。所以呢，希望大家在使用澎湃 OS 3的时候呢，每天试试都更顺心。最后也非常慎重的感谢一下，非常认真的感谢一下我们的开发者们，就是正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啊，我们才能够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给我们所有的用户，感谢大家。接下来到了推送计划，非常简单哈，我们明天就会开始推送首批的机型，首批 beta 版的机型。我们剩余的机型呢，我们接下来几周都会推送完。我们的这一次的推送速度啊，应该比我们过去以往任何一代都要快很多。那我们今天展示的功能啊，绝大部分都会在首包中，明天的首包中包含，还有一些功能可能还没有包含的，我们接下来几周也都会陆续发出，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发布会上咱们今天发布会没有来得及说的也会提到。那当然啊，我们整个 beta 版的这个迭代速度啊，接下来的迭代速度肯定是会比正式版快很多的。当然随之而来的，大家也需要有个预期，就是它还是会有可能会不稳定。虽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软件质量会远比过去的好，但是依然会可能出现快速的问题发现，我们会撤包，可能会再发一个新的计划，所以计划也可能会有变动。大家有预期，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在小米社区中间密切关注和进一步的交流哈。那我们呢，也特别欢迎有极客精神和贡献精神的用户来参与我们的 beta。我看了一个数据，好像昨天我们就有好几万人报名了。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哈，特别感谢大家已经申请 beta 的用户，所以我呢也代表我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啊，期待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同给所有用户去打造一个更好的体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 OS 3。谢谢大家。